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古装剧中的战损妆成为塑造角色形象、推动剧情的关键，引观众共鸣。在古装剧中，战损妆容宛如一面镜子，反映角色内心的起伏与剧情的波澜。这种妆容不仅仅是表面的血迹和伤痕，更是演员演技的试炼场，考验他们能否通过表演将角色的痛苦、挣扎和坚韧传达给观众。近些年来，古装剧中战损妆的流行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塑造角色形象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元素。从《长歌行》到《梦华录》，再从《陈情令》到《山河令》，这些备受关注的古装剧中，战损妆容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化妆方式不仅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还为角色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和丰富的层次。每位演员都能借助战损妆容，充分发挥其演技潜力，展现出深厚的演技功力。通过细腻的眼神、表情和肢体动作，配合逼真的妆容效果，演员能够生动地传达角色的内心世界，使观众更容易沉浸在角色所在的情境中。有时，仅仅一个眼神或表情便足以揭示角色内心最复杂的情感。Bear 的表演含义深远，掷地有声，毫无疑问。而战损妆对演员的表演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演员更好地诠释角色，赋予角色生命力。在这场充满视觉和情感的盛宴中，陈星旭、程毅、肖战、龚俊等演员各自以独特的战损妆容，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表演。他们的诠释不仅让角色形象更加丰富多彩，还为观众揭示了角色的内心世界。无论是为保护所爱之人而奋战的将士，还是内心在正邪之间挣扎的英雄，战损妆的渲染使这些角色更加鲜活、生动。战损妆的魅力在于它能够瞬间吸引观众的目光，让人感受到角色经历的磨难，从而激发情感共鸣。这不仅是视觉效果，更是一种触动人心的艺术表现。陈星旭在《长歌行》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饰演的角色为了守护叶晋，甘冒生命危险。他的战损妆容尤为引人注目，眼角的血迹和脸上的划痕仿佛在无声地述说着一路的艰难险阻。他面对黑夜的最后时刻，那种无怨无悔的赴死神情令人动容。陈星旭通过这一妆容，成功地传达出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决心，使观众深切感受到他为保护所爱之人而不惜一切的坚定信念。他的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尽管身负重伤，鲜血淋漓，却丝毫不减其英雄气概。陈星旭通过细腻的表情变化，完美诠释了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他的战损妆不仅仅是表面的血迹，而是他内心坚韧的外在体现。这种视觉冲击力与陈星旭精湛的演技完美契合，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形象。与之不同，程毅在电视剧《梦华录》中饰演的司空震，展现了更为内敛且深沉的战损妆容。作为一位骁勇善战、不畏艰险、只为守护百姓的将领，司空震的形象显得更加沉稳大气。程毅的战损妆容虽然眼角血迹不多，但他眼神中的坚毅和悲壮却深深打动人心。他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展现了司空震内心的强大与柔软。程毅以战损妆容出现在百姓面前，他守护众生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他成功的细腻刻画了司空震的内心世界，使观众深切感受到这个角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目光中既包含对敌人的愤怒，又充满对百姓的怜悯。这种复杂的情感通过战损妆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尽管两位演员的战损妆容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成功地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内核。
陈星旭通过精心设计的妆容，充分体现了他的热血与激情，而程毅则通过沉稳与担当的形象得到了诠释。他们的表演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真正的英雄并非无所畏惧，而是在面对恐惧时仍然选择勇敢前行。无论是陈星旭还是程毅，两人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为爱牺牲的主题。他们的战损妆容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还使角色形象更加丰满，令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在古装剧的舞台上，肖战扮演的魏无羡和龚俊扮演的温客行，两位英雄的内心世界尤为复杂多变。他们的战损妆容不仅呈现了外在的创伤，更映射出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肖战在《陈情令》中扮演的魏无羡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角色，他的战损妆容突出了眼周的血迹和脸上的尘土，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依然无法掩盖他坚韧的眼神。肖战通过细腻的表情变化，将魏无羡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演绎得极为触动人心。尤其在夷陵老祖的剧情中，魏无羡的战损妆容达到了巅峰。当他满身血迹地站在乱葬岗时，那份被世人误解但仍坚持自我的痛苦，让观众心中涌起阵阵波澜。肖战成功地通过这个妆容展现了魏无羡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眼神既流露出对正道的坚定信念，又显现出因被误解而产生的愤怒与悲伤。这复杂的情感交织，使魏无羡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和真实。肖战的演绎展现了一个心怀正义却不得不背负骂名的英雄。他的战损妆不仅表现了外在的伤痕，也反映了内心的痛苦。在《山河令》中，龚俊扮演的温客行是一个多层次的角色。他的战损妆容不仅带有血迹，还展现出愤怒的神情，完美诠释了这个角色在正与邪之间的挣扎。龚俊通过眼神传递出温客行内心的挣扎，特别是在面对父亲背叛的时刻，他复杂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他一边流血一边愤怒地指责那些奸佞时，观众仿佛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的内心痛苦。龚俊的战损妆不仅带有血迹，还呈现出愤怒的神情，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使温客行的形象更加立体而丰富。他的眼神中既包含了对正义的坚守，也透露出对世间黑暗的愤怒。他们的战损妆不仅仅表现了外在的伤痕，更深刻反映了内心的挣扎。这种复杂的角色塑造，使观众意识到英雄也有脆弱的一面。正是这种内心的挣扎，使他们的选择显得尤为珍贵。肖战和龚俊凭借卓越的演技以及精细的战损妆容，成功地诠释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表演让观众切身体会到，真正的英雄并非天生完美，而是在困境中依然坚持正义。角色的复杂塑造极大地增加了剧情的深度，并提升了观众的代入感。战损妆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整体效果，更体现在精心设计的细节之中。陈星旭的战损妆容以血迹为主，尤其是眼角的血痕，仿佛在无声地诉说他为守护叶晋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还凸显了角色的坚毅与牺牲精神。眼角的血迹宛如泪痕，既传递了角色的痛苦，又彰显了内心的坚定，使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角色的心境。司空震这一角色由程毅饰演，设计上别具一格。他眼角的血迹与坚毅的眼神相互映衬，完美呈现了一个为百姓奉献自我的英雄形象。这种设计不仅凸显了角色的威严，还展现了人性的温柔。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妆容不仅有血迹，还包括面部尘土的细节，这些无不诉说着角色的经历。尘土的点缀使整个妆容更具真实感，仿佛让观众嗅到战场上的硝烟味。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角色的可信性，也为魏无羡的复杂心理奠定了基础。
龚俊通过结合血迹和表情，精准刻画了温客行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血迹的分布和程度经过精心设计，与龚俊的表情相辅相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温客行内心的纠葛。这种细致的处理，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领会角色的心理转变。这些细节不仅在视觉上增强了感官冲击力，更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它们能够帮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角色，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举个例子，血迹的位置和伤痕的深浅都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更好地为角色塑造和情节发展服务。战损妆的艺术价值正是蕴含在这些精雕细琢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特效化妆的简单应用，而是角色塑造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些细节，观众可以更加直观且深入地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从而激发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细节艺术赋予了战损妆在古装剧中不可或缺的视觉语言地位，为角色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和深度。陈星旭以坚定的目光完美诠释了战士的无畏精神。在长歌行中，他扮演的角色叶进为了保护心爱的人，不惜冒险，勇敢直面危险。通过细腻的表情变化，陈星旭将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全身沾满鲜血，他眼中的光芒依旧闪烁，向观众传达出坚定与勇气。观众由此深切感受到角色为守护爱情而无所畏惧的决心。肖战通过微妙的表情变化，细腻地表现了魏无羡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在备受欢迎的《陈情令》中，特别是在夷陵老祖的剧情中，他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内心充满正义却不得不承受骂名的英雄。龚俊通过眼神成功地表现了温客行在正邪之间的矛盾与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特别是在面对父亲背叛的情节中，他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在正邪之间苦苦挣扎，最终选择正义的英雄形象。这些演员的表演不仅展现了他们精心设计的战损妆容，更是他们以灵魂诠释角色的体现。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无不在讲述角色的故事。正因为这种源自内心的演绎，战损妆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使观众能够深刻共鸣。战损妆不仅是视觉效果，更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不仅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强烈冲击，还能深入刻画角色，推动情节发展。通过对比陈星旭、程毅、肖战和龚俊等演员的战损妆，我们可以看出，真正成功的战损妆并不取决于血迹的多少或伤痕的深浅，而在于能否精准传达角色的内心世界，并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在长歌行里，陈星旭的战损妆凸显了他为保护心爱之人而甘愿付出一切的坚定决心。而在梦华录中，程毅饰演的司空震则通过战损妆展现了他守护百姓的坚定意志。这些演员的表现令人称道，他们的战损妆容不仅在视觉上赏心悦目，更在情感层面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们巧妙地将角色内心的情感展现于外，使观众能够直观感知角色的情绪波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剧情的演变。